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女人的乳腺呀是非常脆弱的，如果平时不好好保养的话，就容易招惹乳腺疾病。那你知道平时的哪些行为会伤害乳腺吗？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吧。第一个，经常生气，气大伤身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而女性呢又比较情绪化，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儿生气。经常生气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给乳腺造成伤害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引起乳腺疾病，所以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很重要。第二个，长期熬夜，现在很多女性喜欢晚上玩手机，不知不觉呢就玩到了后半夜，这样长期熬夜，睡眠不足也会引起内分泌失调，雌激素分泌失衡，也不利于乳腺健康。第三个，节食，女生都以瘦为美，身上有点肉就会想到减肥，尤其有些女性喜欢节食减肥，但长期节食会导致身体缺乏营养，也会影响内分泌，最后伤害到乳腺。所以女性朋友想要保护自己的乳腺，上面的这3个行为最好就不要有了，这样才能保证身体健康。最近很多人对尿酸高都有一定的了解了，那尿酸高不仅会引起痛风，还会给肾脏造成损伤。尿酸高除了用药物控制外，还可以用食疗的方法辅助平稳尿酸，不妨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。萝卜是一种常见的食物，可能很多人不喜欢吃萝卜，但是萝卜是一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，其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微量元素和碳水化合物，经常吃可以帮助降低血脂，预防动脉硬化。尿酸高的人经常吃萝卜，可以帮助平稳尿酸，减少痛风的发病几率。白菜清甜脆爽，相信很多朋友都喜欢吃，而且白菜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蛋白质、粗纤维、碳水化合物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可以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有很好的清肠通便的效果，对促进尿酸的排出也有一定帮助。那经常吃可以帮助预防痛风的出现。尿酸高的朋友一定要养成规律的作息和饮食习惯，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少吃含嘌呤高的食物，平时多喝水多运动，有助平稳尿酸，保护肾脏。很多男性因为承受巨大压力，来自生活的、工作的，再加上不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，导致肾脏出现问题。那该怎么养肾呢？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，大家不妨常吃3种食物。1. 山药。山药大家都知道有健脾养胃的功效，那除此之外，男性吃山药还有滋精固肾的作用，能帮助男性提升魅力，大家可以常吃一些。2. 椰枣。椰枣很好吃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除此之外还含有男性荷尔蒙成分，男性经常吃能够激发雄激素，养护肾脏。3. 生蚝。生蚝中含有大量的锌，而锌又是男性健康重要的营养，所以经常吃生蚝能增进雄激素，有强肾壮腰的作用，让你男人味十足。天气比较干燥，那很多人就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。如果总便秘会影响肠胃功能、内分泌还有新陈代谢，所以要早早的改善才行。那便秘最好多吃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，这样可以帮助肠道保持通畅。那下面给大家推荐2种。第一种，西芹。西芹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蛋白质、多种维生素以及大量的粗纤维。那经常吃能够促进消化和吸收，刮油通便，不仅可以缓解便秘，还能够减轻体重哦。第2种，小白菜。小白菜含有大量的粗纤维，那便秘的朋友经常的吃一些小白菜，能够促进肠胃蠕动和食物的消化，有润肠通便的作用，也能够帮助防治便秘。年纪大了，有很多事情需要注意，那洗头发也不例外。有的人头发爱出油，所以会天天洗，那这样对头发真的好吗？其实油脂是有保护头发的作用的，它能让头发变得滋润。如果天天洗，反而对头发不好，也容易使头发掉得快。所以建议老年人最好2到3天洗一次比较好。还有洗头的时候要注意2点。第一点，洗头时水温不要太高，水温太高会刺激到皮肤，会把头皮所需的脂肪层除掉，那这样头发就会变得容易折断。所以洗头之前最好自己试一下水温。第2点，洗完头不要马上睡觉。
很多老年朋友喜欢睡觉前洗头，头发没干就睡觉了，那这样容易使寒气进入身体，出现头晕头痛的情况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所以中老年朋友洗头时要多注意一下哦。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都会长出白头发，那由于每个人的身体素质不一样，所以头发开始变白的位置也不一样。那有些人头发先从两鬓开始变白，是怎么回事呢？首先可能是压力太大了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不管是来自生活还是工作的。那压力大会让整个人的精神都处于紧绷状态，产生焦躁的情绪，这样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出现两鬓变白的情况。其次，肝火旺盛，因为我们的两鬓对应的脏腑反射区是肝胆。如果肝胆之火旺盛，那么很容易使人出现脾气暴躁、口干口苦、眼睛酸涩等情况，同时也会使两鬓头发变白，所以大家要小心上面这两个原因。那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避免长白头发呢？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梳头，大家可以找一把适合的梳子，比如牛角梳或者是木质梳子，如果没有梳子，也可以用手指代替。这样从前往后的梳头3到5分钟，这样梳头按摩头部可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，有利于头发的生长发育，对改善脱发和白发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老年人经常这样梳头，还可以起到预防脑中风的作用。现在不管老年人还是年轻人，都存在长白头发的情况，那经常去染发，可是过段时间就又长出来了。如果总染发，对身体也不好。那今天木子就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可以帮助减少白发产生。在我们头上有个浮白穴，耳根上缘向后入发际线1个拇指宽的位置。那浮白穴属足少阳胆经，有疏肝利胆、散风通经的作用。我们按摩时可以用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3个手指并拢，然后以浮白穴为中心，这样旋转按揉，每次按5分钟左右，要感觉皮肤发热发胀为宜。那经常这样按摩浮白穴，还能促进头部的血液循环，对延缓白发生长有帮助哦。当一起床天旋地转、头昏脑胀、浑身没劲儿，你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那出现这种情况，我们该怎么应对呢？不妨跟木子来学一个动作吧，或许能够帮助到你哦。动作很简单，双手手臂弯曲在胸前，食指交叉这样扣住，然后两手快速的向前伸直，伸直的时候头呢也跟着往下低，在2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反复的做3分钟。那这个动作呢能够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那脑供血不足的朋友还要记住，不要长时间的坐着，或者呢长期低头工作，没事多运动运动，有助改善血液循环。当出现脑供血不足时，很多人会感觉到一阵的眩晕，所以我们平时要做好预防工作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小动作，对改善脑供血有很好的作用。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，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首先自然站立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全身放松，将双手手臂弯曲，食指交叉放在胸部前面，然后将2手快速的向前伸直，伸手的同时头部也快速的向下低头，让头部在2条手臂的中间，每次做30下左右。注意做的频率不要太快，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大脑血液循环，改善头晕头痛，记性也会变好，对预防脑供血不足有很好的效果。如果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，大家最好不要做剧烈的运动，在饮食上也要特别注意，可以多做一些有氧运动，比如太极拳、慢走等，这样有助改善血液循环，对身体健康也非常有帮助。腿抽筋在生活中很常见，不过最常见的就是睡觉时腿抽筋，有时候被疼醒真的是很难受。那有的人认为腿抽筋是缺钙了，其实呢，除了缺钙，还可能和2个因素有关。第一个，腿受凉，很多人睡觉愿意踢被子，如果小腿受到寒冷的刺激，就会出现腿抽筋的情况。第二个，雌激素下降，很多女性体内雌激素下降，会导致体内钙质流失，这样就容易出现经常抽筋的情况。那下面呢，教大家一个缓解腿抽筋的方法。
可以将抽筋的那条腿伸直，然后用手握住脚，将腿的踝关节向外旋转。如果是左腿就逆时针转，右腿就顺时针，这样连续的旋转一会儿，疼痛就会有所缓解。大家转的时候要记自己最大的限度旋转就可以了。得了，就叭叭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